此次B价318，操作挖机自出发。现在我们到达东达山5130。没有高缓，但是就是有点陡。走，出发。由于这里的海拔比较高，我们打算到低海拔地区去休息，所以我们就今天晚上跑夜车。我们刚跑没多久，前面在修路就堵车了。现在是晚上的8点40，有点饿了。泡点泡面。本来就堵车还插队，这下可好了。兄弟们，昨天我们在路上补路，然后耽误了行程，到达东达山已经是晚上8点多钟，然后又堵了几个小时的车，就导致我们半夜才到左贡。到左贡我们休息了一晚上，到了第二天上午10点多钟才起床，然后开着车子到加油站来加一点油。下一站我们的目的地是怒江72拐。左贡到怒江这一段的路况挺好的，驱车行驶到这条路上，风景如画，沿途的风景美轮美奂，犹如仙境一般。转眼的功夫，我们就来到了怒江72拐。怒江72拐是川藏线比较著名的一个景观，从山上俯瞰，仿佛一条巨龙盘旋在山间，非常的壮观。我在网上找了同视角的夜景图，老铁们看看壮不壮观？马上到怒江72拐了，堵车了，兄弟们，堵好远呢。我们到达怒江72拐的时候是下午4点多钟，一直堵车，堵到下午6点多钟还在堵。然后我们就拿出无人机出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在前面这个弯道处看到2个帽子叔叔逮到了2个车子，这2个车子逆向行驶，本来就堵车了，还这样插队，而导致这个路越来越堵。插队不仅耽误了大家正常通行时间，还破坏了公共秩序和公平。这下可好了，被逮住了，看看以后还敢不敢插队。顺便我们在前面去看看这个堵车的源头是什么。原来是这个弯道上在铺沥青路。我们从下午4点多钟一直堵到晚上11点左右。就在通车的那一刻，所有的车几乎同时亮起灯光的瞬间，原本沉浸在黑暗中的长龙瞬间被赋予了生命，带着重新启程的喜悦和对目的地的期待，缓缓流动起来。在经历漫长的堵车之后，我们终于抵达了怒江大桥。当我驾着车缓缓驶入大桥时，不由自主地按下了喇叭。怒江大桥鸣笛是对历史的铭记，是对英雄的致敬。我们的目的地是巴苏县，这里到巴苏县还有70-80公里路。跑到半夜2点多钟，实在是跑不起了，我们就找了一个宽敞的地方，在这里休息了几个小时。这是我们进入318川藏线以来第一次睡车上。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起来赶路。由于昨天没有休息好，今天我们的行程就缩短了。这一路上都在修路，就比较堵车，所以今天我们就跑个几十公里，然后就找个地方好好的休息一下。按照原本的计划，今天我们应该要到波密县的，但是由于行程耽误了，我们今天就跑到然乌就休息一下，休息好了后面我们再来赶路。从巴素到然乌总共有80多公里路，有一段路况较为危险，这一段路较为狭窄，里面是悬崖峭地，外面是深谷，悬崖上随时都有可能有落石掉下。有关专家就在上面修建了然乌走廊，也就是在公路上方修建了一条水泥顶棚，目的也是让过往的车辆减少事故的发生。虽然在公路上方修建了水泥顶棚，但是我们也能明显的看到这个水泥顶棚被岩石砸坏的痕迹。走在这条道路上，我们最好不要逗留，迅速的通过。过了这个然乌走廊，前方就是然乌镇，我们就在然乌镇稍作休息，然后明天再赶路。好了，兄弟们，今天的西藏之旅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明天再见。此生必驾318，路见不平一顿挖。Hello， 老铁们，我是血娃娃。
今天我们的行程是然乌往波密出发，波密到然乌这一段呢，基本上都在修路，一路走一路停，然后一路堵车。修路这一段是单行道，路又烂，通过性差，车子开得慢就堵车。要等对向的车走完了之后，我们这边呢才能通行。所以啊，这一路上都是堵车。这一段10几公里的路，我们开了一上午，总算把这个烂路开过去了。到了一个小镇上，看到一个加油站，我们就把车子开进去，把这个油加满。加了油过来不到2分钟啊，又堵车。哎呀，这里堵车，我们还以为跟上午一样，前方在修路。当我们过来之后，才发现原来是因为这一段的路比较烂，车子又比较多，通过性差，所以就导致堵车了。这儿那个，那是别个面过的，看没？那是别个面过的啊！看来小桃，小桃，那个其实用不着挖好多呀，我们把那个去干平了，差不多就差不多了。干一些，就是说他那个以前是填过的，看没？我们把那些渣它跟那推板那个来回一推，然后差的我们再给它改就行了，用不着填平。你填平你要挖好多石子来哟。那么直接跟它刨平就行了。大都刨平，那个档档应该还要填点点，那个档档。啊，档档应该要填点点。啊。你先把那条路刨不平嘛？我填一下。这坑太大了，兄弟们，你看看，这坑太大了。这个地方他们修这个涵洞已经完工了，然后之前应该也是填平了的，因为车子太多，一压又压起坑了，我们就给它填一下。这坑实在是太大了。这个全部是人家填的，被车子压起坑了，但这样扫一下就好多了啊。这边我们就平完了，刚才那个大坑也平差不多了，这样平了车子就好走了。慢点儿。左边这个位置拼完了，现在就拼右边，然后我在这边给它暖车。